哆啦 A 梦竟然自投鱼口，成为了怪物的食物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天天气晴朗，一出行。随着静香一个迷人的微笑，五人组再次聚集，准备开启刷副本模式。小夫兴致勃勃拿出了自己特意从加拿大定制的最新款鱼竿，简简单单又是一波炫富。胖虎也不甘示弱，直接拎起了自己的绝密武器——金线出土、活蹦乱跳的蚯蚓。至于大雄和哆啦 A 梦，对不起，两人正在船尾百般煎熬呢。很快，游轮乘风破浪来到了老爷爷岛，这是个名副其实的钓鱼圣地。古代的时候就吸引了很多钓客，今天五人组将在这里快乐钓鱼。当然，毫无疑问，大雄再次获得了一波来自小夫的嘲讽，气得他直接裂开。背着他的哆啦 A 梦也是左摇右晃，差点摔下了水。由此，小夫的恐怖传闻正式进入了加载。传说这片海域有着被称作海霸主的可怕怪鱼，犹如鲨鱼一般凶狠残暴，喜欢鲜红的血液，一口就是一只狸猫。哆啦 A 梦和大雄瞬间吓到崩溃。而就在哆啦 A 梦一蹦3尺高，强调自己不是狸猫的时候，一个黑影默默从水下一闪而过。为了能够避免钓鱼大赛对于输家的惩罚，大家奋勇争先，开启了认真钓鱼模式。哆啦 A 梦顺利收到了未来百货公司送来的包裹，还开心地和静香说起了自己的心爱之物——钓鱼手套。只要使用它，即使不挂上饵料，也能自主搜索到鱼，把它钓上来。至于箱子里其他的道具，那就不重要了，反正都是推广用的试用品。哆啦 A 梦拿着道具2、3步就窜到了大雄那儿，准备给被鱼线捆成一团的他开挂，以报小夫轻视之恨。既然一直叫他狸猫，简直罪不可恕。可哆啦 A 梦已失足成千古恨，丝毫没有想到自己扔在地上的道具会被胖虎拿来玩耍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装备上钓鱼手套的大雄很快就捕捉到了自己的猎物，但谁知敌我悬殊属实太大，最后他跟哆啦 A 梦都被大鱼给拖到了水里。此刻正在高歌的胖虎却突然遭受了无妄之灾，被怪鱼的一个猛冲吓到尖叫，而哆啦 A 梦和大雄也顺着鱼竿狠狠砸向了胖虎，金光一闪而过，胖虎摔进了水里，没有什么大碍，而哆啦 A 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伤痕累累的他晕倒在了海边。尽管一个怪老头出现将他带离，可转眼哆啦 A 梦就被绑上了烤架，底下就是熊熊烈火。哆啦 A 梦的尾巴瞬间冒起黑烟，真是烤得他哇哇大叫。他希望老头能放他一马，但是会说话的不就是狸猫精吗？老头怎么也不肯放过到手的鸭子。突然，一盆水直接浇到了哆啦 A 梦的身上，将他淋了个透湿。原来是大雄及时登场，说起来也是惨，明明同样是被老头所救，大雄毫发无伤，哆啦 A 梦却差点命丧他口。好在误会已经解除，哆啦 A 梦命不该绝，可事情却依旧没有解决。老头竟然连东京都不知道是什么，难道……好吧，是的，大雄他们俩再次穿越回到了江湖时代。原来之前他们撞上的胖虎乘坐的那个小船一样的东西叫做时空隧道，是一种钻入式的时空机。如今之际，他们只能使用道具时光腰带了。但是意外来的就是那么猝不及防。哆啦 A 梦手里拿了个空气，视线往下一打量，他的口袋竟然不见了。这急的哆啦 A 梦直接就开启了转圈跌倒再转圈再跌倒的神奇循环。这下大雄也不冷静了，直接就指责起了哆啦 A 梦的冒失。两人顿时就头对头，开始了一场比大小的决斗。就在两人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，怪老头顶着自己的10字大眼出了场。他决定给大雄他们煮饭吃，当然这次就没有梨汁可以吃了。就这样，哆啦 A 梦他们开始快乐进食，大口大口就吃起了香喷喷的烤鱼。很快，海螺也烤好了，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这么不愿意进狸猫的嘴。一个螺旋式上升跳到哆啦 A 梦的鼻子上，把哆啦 A 梦烫得一蹦3尺高。其实这个怪老头叫做全之助，因为痴迷钓鱼，他遇到了些许问题，只得一个人守着这座小岛。别看他有些不靠谱，他也有着自己的追求，那就是要和这里的海霸主做个了断。但是海霸主脑袋长长的，不仅聪明得很，力气也很大，所以全之助一直没有夺取胜利。言归正传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夜幕笼罩了天际。全之助、大雄呼呼大睡，而哆啦 A 梦却独自一人钻进水里，不断寻找着自己的口袋。尽管始终一无所获，但一想到没有口袋就无法回到未来，他便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扎进水里。说时迟那时快，
顿时一个巨大的阴影朝哆啦 A 梦袭来，海霸主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张大嘴就是猛地一咬。幸亏哆啦 A 梦躲闪及时，不然别说未来了，江户时代他也待不下去，只能命丧鱼腹。顿时，小夫的恐怖传闻再次闪进哆啦 A 梦的脑壳，他赶紧加快速度向岸边游去，甚至恨不得直接给自己加个螺旋桨。就在哆啦 A 梦即将泪洒大海之际，一道白光划破天际，全蜘蛛猛烈一击，成功救出了哆啦 A 梦，但海霸主依旧威风不减，甚至还有余力一跃而出。这个时候，死里逃生的哆啦 A 梦一眼瞥见了自己的口袋，他赶紧寻求起了全蜘蛛的帮忙，希望对方能够降服海霸主，找回自己的口袋。但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？根本就没有钓这种大家伙的鱼饵嘛！全蜘蛛一边捶着自己酸痛的腰，一边朝着茅屋走去。这下哆啦 A 梦就忍不住了，直接表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，只要可以找回口袋。哎，这套路我熟啊！下面哆啦 A 梦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和魔鬼做交易了。全蜘蛛一个转身，黑色的阴影打在他的脸上，他的笑容瞬间就狰狞了几分。最后哆啦 A 梦成功知道了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流水钓。时间很快过去，随着一声惨叫，大雄从睡梦中清醒了过来。此处不得不说，摘掉眼镜睡了个饱的大雄模样也清秀了几分呢。这个时候哆啦 A 梦满头大汗，身上还紧紧绑上了绳子。天上果然是没有什么馅饼可钓的，所谓的流水钓就是在活饵的身上系上鱼钩，再投到水里。而这次的活饵很明显就是昨晚差点被吃掉的哆啦 A 梦。很快，大雄及时赶到了案发现场，普通现场。害怕两人选择退缩的全蜘蛛，立刻就是一招欲擒故纵，成功用口袋和回家击降了哆啦 A 梦，逼得他一个猛冲就跳下了山崖。但是，好事多磨嘛，白光一闪，全蜘蛛腰伤再犯，钓竿直接就被摔下了山崖，咣当一声就将哆啦 A 梦砸得眼冒金星。就这样，计划被迫终止。日落时分，大雄独自一人尝试起了钓鱼。一晚没睡的哆啦 A 梦陷入了梦乡，全蜘蛛则教起了大雄钓鱼技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顶着一个大包的哆啦 A 梦再次惊醒，全蜘蛛认真给他道起了歉，而大雄也抱着自己刚剥好皮的石榴送给他，气氛瞬间温馨了起来。大家围着火吃起了晚饭，而这个时候，大雄的智商终于上线。为什么海霸王对哆啦 A 梦这么感兴趣？在他的助攻下，哆啦 A 梦也发现了不对劲儿。稍一回顾，哆啦 A 梦便迅速指出，海霸王应该是对红色有着强烈的反应，或许他们可以用坚硬的东西当鱼饵。话音一落，大雄便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悠悠球。自从知道这次钓鱼比赛的惩罚游戏是用眼睛玩悠悠球后，他便把悠悠球放在了身上，说干就干。三人立刻展开了行动。全蜘蛛听声辨位，很快便掌握了海霸主的行踪，但他的力气实在是太大了，紧紧抓着钓竿的他们还是跟着他在海面飞出了起来，最后直接被海霸主利用岩石割断了鱼线，瞬间就是一场空。哆啦 A 梦还可怜地漂在了海面上。尽管如此，哆啦 A 梦依旧没有放弃，决定用自己作为鱼饵再试一次。就这样，随着一个猛扑，哆啦 A 梦沉入了海里，海霸主迅速就位，一猫一鱼开始追逐。因为害怕被咬，最后哆啦 A 梦主动钻进了他的嘴里。大雄手起刀落，快速砍断了绳索。随着强大的反作用力，绑在山崖上的竹子成功吊爽了海霸主。哆啦 A 梦也终于找回了自己的4次元口袋。就这样，又是一个 happy ending。最后借助任意门，大雄二人将全蜘蛛成功送回了家，而大雄和哆啦 A 梦也回到了静香三人的身边。大雄一直说自己钓到了海霸王，可没有人相信。此刻恰好小夫拿着月刊钓报，再次给他们讲起了海霸主的传说。原来全蜘蛛身份超高，是江户时代的领主，而杂志上的那个鱼塔本上还成功出现了哆啦 A 梦的身影。看来海霸主真的会吃狸猫，大家也能用哆啦 A 梦成功钓到海霸主呢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钓鱼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